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主要是想再谈一谈祝春明的案子。这个案子是你们办的，刘局，你先说说吧。这是一起轰动整个江川市的大案。由于警察杀人，所以抓、审判都比较低调。就这个也是惊动了整个省里头。是当时周副市长办的案子。那祝春明的家属为什么一直在上诉？而且还用特殊的方式，在我们市局的门前打扫卫生，我看着不舒服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呢？当然，我不是只听了祝春明父亲的一面之词。事实上，2个被害人的家属一直都在上访上告。丁局啊，那主要是2个被害人的家属啊，报仇心切，想把祝春明置于死地。如果这2个人真是祝春明杀的，那他就该死。别说是杀2个人，身为警察又是副所长，他用政府发给他的枪去杀人，判他死罪，那是理所应当，死有余辜。可是我都要问问了，那为什么给他判了个缓刑呢？我虽然没得直接参加审理案件，但是我目睹了整个的过程。重要的案卷呢，我也都看了。应该讲呢，证据是扎实的。检察院呢，把关是严的，法院也是扣了条款的。而且，省高院也驳回了祝春明的上诉案。那就是说，祝春明枪杀2人，证据确凿。如果说证据确凿，那就应该改判祝春明死刑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是祝春明杀的，那就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。祝春明持枪杀人案主办人是我，全局有20多位同志参加了审理，主要负责人是周局长，也就是现在的周副市长。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在局党组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此案铁证如山，证据确凿，没有问题。朱春明是我的兵啊，我不想，其他同志也不想把这个莫须有的死罪定在他的头上。报进来。报告，技术科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念。经检验证实，杀害高猛现场所遗留的弹壳与祝春明丢失的枪支有关，也就是说，杀害万福、邝小美和高猛所用的枪支是同一支枪。如果我们能够认定祝春明就是杀人凶手，那么这把枪怎么解释？祝春明至今还被羁押在我们的看守所里，难道他能越狱出来杀人？这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丁若山呐，我真搞不懂他要做什么，还分不分主次。上次他在祝老汉谈话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提过醒，要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正地方上去。周市长，仔细想想，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老刘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朱春明的案子啊，当初是检察院跟法院定的案，媒体上都有个宣传。你现在搅和进来，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？
啊？周市长，但别说了，我的意见是，过去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时刻要给老丁提个醒。好了，我一个会儿，你坐一会儿啊。老刘啊，当初要是你做了局长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要注意休息。哎，丁局，有什么事儿？这万全又跟上了，我想我们不能老这么没有目的的瞎跟吧？怎么，跟反了？蓝浩南，你来这儿也是说这事儿的？啊，丁局不是，祝纯明在里面绝食，非要见新来的局长，如果见不到的话，他就不吃饭。万全的事儿，我跟刘局已经交换过意见了，要继续跟，而且不能漏过一个细节。有事儿跟刘局谈。蓝浩南，你跟我去趟监狱。好。周市长，啊，老刘啊，丁文山呢？到监狱去了。到监狱去了，又是为了祝春明的案子。这个老丁的，不撞南墙他不回头。我这就打电话把他叫回来。不用了，让他去吧。不过作为助手，你要给他提个醒，千万不要把工作的主次颠倒了。雷书记多次在会上提到江川的缉毒工作，自然也就提到了安琪儿。好，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他。周市长，周市长，哎，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要出去办点事，怎么有事啊？我想向你汇报一下工作。是祝春明案子的事。周市长，我查阅了祝春明案子的所有案卷和审讯记录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事实。你的事实是什么？一个犯人父亲的眼泪，几篇网上的文章，在押犯人的绝食行为，就凭这些个就能够推翻法律所定的正确结论吗？结论的正确与否，要看当事人的态度。双方对现有的判决都不满意，法律就是要还人以公道，要让受害人满意。可是判决之后，双方都在上诉要求改判。周市长，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？你复查这个案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就是让祝春明这个曾经当过警察的人明白自己犯的什么罪，让他心服口服。刚刚上任就分不清主次，祝春明的案子跟抓安琪有什么关系？哪个是正事，什么轻什么重？祝春明的父亲每天都在我们公安局的门口扫来扫去，儿子在监狱里没有一天不在喊冤，这件事情的分量难道还轻？这个案子是我办的，从被害人体内所取出的弹头，从这附近提取的弹壳，经过技术鉴定，都证明是配发给祝春明的那把手枪所射。就算子弹是祝春明枪里发射的，那么我请问，杀人用的枪在哪？这正是祝春明最有力的借口。在侦查的过程当中，没有找到凶器吗？连枪都没有找到，还能证明什么呢？找不到祝春明本人的手枪，就无法推定子弹是从祝春明手枪里发射的，也无法证明两个死者是被祝春明杀的。让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，高猛被杀的现场遗留的弹壳也是祝春明手枪里发射的。难道说高猛
也是祝春明杀的吗？好吧，我同意你复查。我建议召开一个推论会，把所有的疑点都摆到桌面上，让大家畅所欲言。我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。我期待着能够找出祝春明以外的杀人凶手。谢谢支部师长。周春明，你我在公安局共事有6年了吧？别提了。这几天你都在想些什么？我盼望着我的冤情能够早日洗清。洗清？你记着，你只有自己能救自己，前提是你没有犯罪。别这么跟一个当过警察的人说话，我没杀人。既然是穿过警服的人，就该懂得点规矩。局里的工作这么忙，丁局2次亲自找你谈话，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。我明白。丁局，你问吧。祝春明，我问你，你的枪是几个人抢的？1个人。几个？1个。好。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你的衣服吧？是我的。抬起头，好好的看看。这个大刀口的上方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刀口？朱春明，难道抢你枪的人，在你的大刀口上方轻轻地试一刀，然后再捅你一刀吗？朱春明，回答问题。这是我自己扎了自己一刀。从立案到现在复查，没有一个人发现我试过刀这一点。那扎你那把刀是谁的？是我自己带的。既然你带了枪，为什么又带刀呢？我开始是想用刀捅他们，我怕用枪杀他们，弹壳弹头会检验出来是我的枪干的。后来我又担心用刀捅他们，他们一旦反抗会有麻烦，所以我才用枪。于是你就用枪射杀了他们？没有，我没有开枪。当我正要动手的时候，我突然遭到了袭击，枪就被抢走了。接着我就听到了枪声，我迷迷糊糊看到那个男人和我老婆头部和胸部流了很多血，
我是怕说不清楚，就想自杀。我就用自己带着这把刀，先轻轻地试了一下，接着我就狠狠地捅了自己一刀。等我清醒以后，我觉得不太对，这个人为什么要替我杀他们？看来想要杀死他们的还有其他人。这么说，你在现场目击了抢枪、捡枪、射击、逃跑的全过程。朱春明，你能不能把案发现场的详细情况再复述一遍？跟你老婆一起被杀的那个男的是谁？万福，他是干什么的？黄磨坊度假村的老板。听我老婆说，他以前在云南和缅甸边境做玉石生意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万福这个人的？是在我结婚以后。一开始，我老婆对我还不错，和万福认识也没瞒着我，所以我也就没在意。我想，我是个警察，谁敢打我的主意啊？后来，是我老婆她经常对我发牢骚说闲话。他跟我说：“你看看人家万老板，从缅甸倒一回玉石，一转手就能挣你8辈子的钱。”你在发现他们的关系之后，是不是跟踪过他们？是。朱春明。除了倒玉石之外，他们倒卖过违禁物品没有？你是指毒品吧？我知道，我也想抓他们一个贩毒的现行，既可以报我夺妻之恨，也可以体体面面跟我老婆离婚。我倒是跟踪了他们一段时间。是发现了一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老婆开始吸毒了，提供毒品的是万福。朱春明，你还有没有对我说的？从我被抓进来以后，我就想一死了之。我为什么没有死？说真心话，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更毒辣的阴谋。张队长，你对朱春明的案子有什么看法？如果杀害万福的人不是朱春明，我觉着我们应该围绕着万福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，看看有没有个人恩怨或者是图财害命的可能。万经理，什么事儿？万经理，我是市局的，您还记着吧？认识认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今儿吧，其实就是说我们有点事儿，想请您协助调查一下。调查？啊，不就你1万块钱的事儿吗？
我都说了，我不要了，你别费心了，是不是？万全，我们还有别的事儿。好了，去告诉他们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不用了，去吧。好吧，咱们到里边谈。有什么事说吧，我还要开会呢。我们是为了万福的事儿来的。我哥，他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要查？有几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回想一下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。搞清楚，这是我最不愿意说的一个话题。如果说要搞清楚的话，首先应该是我搞清楚。那你先说。我死了2个人，我哥连中3枪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凶手到现在才判了个死缓？这是个法律问题，解释权归法院。因为他是警察吗？正因为他是警察，有一些细节我们必须搞清楚。细节？什么细节？那个不要脸的邝小美，要不是她跟我有大哥，哪来招来杀身之祸？害了她自己，还把我大哥害死了。行，我还有个会。万全，万教练，你搁这是嘛态度啊？你们什么态度？你们是调查吗？拿我当什么人了？不是你，我们没说嘛。万全，我希望你冷静点。怎么一提到万福的事儿你就这么激动啊？你好歹也是一个度假村的总经理，我希望你有点层次。既然你忙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我们还会来找你。你呢？别这么激动，有点层次，啊。